清明节刚过，黄种人就忙到停不下来。今天，作为珠海虎山金巢琵琶鸭的第6代传承人，他早早地燃起了皇家祖辈传下来的维生之火。已經第6代啦，我接手應該有16到18年左右啦。凌晨4點做到夜晚8點半左右，如果加班嘅呢，可能就做到11、2點啦。虎山金巢琵琶鸭因形似乐器琵琶而得名。这道让珠海人魂牵梦绕的非遗美食，已经藏在深巷里近200年。琵琶鸭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论是热还是冷，都保持皮脆肉嫩、唇齿留香的口感。而传承了6代人，历经上百年的经营史，更让琵琶鸭的故事熠熠生辉。呢個就係我朋友，喺日本都飛翻嚟嘅，帶佢嚟交流一下。仁哥你好，你好。我聽你講話。帶着前務廚藝在日本闖蕩了20年的梁建廷慕名而來，本身就是掌廚人的他，要找黃種人學藝。我哋用嘅呢60日左右嘅鴨，漂都要好講結實嘅喎。係啊，側咗又唔個形狀又唔靚啊。哦，咪要壓扁佢啊？壓扁係過下熱水嘅，跟住就收縮咗再醃製咯。嗱，依家一般就提前1日備貨㗎，放入去封房啊？係啦，要封乾，一定要夠乾。你依家咁樣纖培都係有技巧㗎，如果你隨意嘅話，我一燒佢就鴨就變形㗎。啲一收縮就變形。係啊。阿霆哥，依家啲鴨就燒熟啦，出爐啦。哇！聞到流手水。如果你翻到日本嗰時要做嗰時咧，你就要注意啲火候啦。一開始咧大火睇佢啲色澤有變色，控制個火候啦。食起身咪皮脆肉滑啦，係嘛？好嘢。在老廣的食譜中，鵝的品嘗方式繁多，能植根於老廣味蕾記憶深處的，除了滷水鵝外，還有燒鵝。燒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，時至今天，它已是老廣迎賓待客的必備。大家用下睇做講，人睇基大或點啊？基大睇個真正，已經探着睇朋當時做好嘅，係睇個朋友嘅，睇個平時做好啲工作咩嘢緊呀？睇做工的，快快搞掂呢嘅。在傳統粵菜師傅看來，燒味是燒和滷的結合體。遍地開花的燒味檔，但凡看見排長龍的，必定有1、2個讓老廣們想起就直咽口水的招牌產品。每日嚟到一般都過嚟，因為燒鵝啦，同埋燒肉、買雞啊嗰啲多啲啦，多數呢嗰啲。生燒啊，是嗎？9年前，祝錦信憑着17年來專做燒味的底氣，帶領徒弟們撐起了這家粵菜老店的燒味部。作為掌廚大佬的祝錦信，是如何讓一隻鵝、一塊肉成為老廣趨之若鶩的美食呢？早上6點，祝錦信和徒弟準時出現在這條充滿煙火氣息的老街。今日30隻鵝點啊？你哋嗱，我有10隻豬度個，跟住佢哋幫手揾。7斤3左右到。嗱，呢啲全部要乾身，冇乜水嘅。嗱，瘦身同埋花生就冇要下，同埋嗰啲要超重嗰啲大隻嗰啲，有乜隻差唔多一樣。每個新師傅、新徒弟啊過嚟咧，我都會教佢點樣去練呢隻貨。所以啲材料咧一定要把關嚴格，所以先做得靚嘅出品到出嚟。食材是保證出品的基礎，把好了這一關，才可能催生出讓人垂涎3尺的美味。深谙此道的祝錦信，多年來的早起只為鮮鵝。走，來上啲我嘅。製作燒鵝的第一步是清洗，怎樣保持鵝的完整？祝錦信有嚴格的要求。收貨咧，就睇下佢有冇淤血啊，或者裂痕啊。如果有裂痕咧，燒出嚟佢就會爆開喺度；如果有淤血咧，佢就會黑。醃料是燒味最核心的靈魂，每份醃料的背後都有師傅的心血。初創改良，
适時調整。近30年嚟，我哋總結到個經驗，即係每個地方咧，嗰啲客人嘅要求口味啊，都係唔同嘅。特別呢邊老城區嘅要求口味咧，比較偏淡少少。腌料需要均匀地灌入鹅的腹腔，再用铁针缝合，使汁味不致漏出。胀满的鹅，则是用气腔从鹅颈沙口處深入頸腔，將空氣打入鵝體皮下脂肪與結締組織之間。打起嗰時打均勻啲啦，冇位打爛咗、打爆咗。打起之後咧就唔好攞手去撳個鵝身嗰度，佢就撳你就甩咗就冇。一上髀嗰時就冇咁靚噶啦。在熱脹冷縮的作用下，鵝皮變得更加緊緻。讓鵝皮更加爽脆的奧秘，卻是祝錦信自家調配的脆皮水。放進風乾箱前，過一遍脆皮水是必要的環節。鵝的風乾過程需要5個小時。在等待的時間裡，錦師傅開始了其他燒味的製作。時間一刻一刻的過，腌料慢慢的滲透到肉層深處。30隻鵝，20斤花肉，50隻雞，這是店面製作量的上限。為了保證每一次的出品，錦師傅只能控制數量。燒味的製作，某種程度上也是廚師心性的考驗。無論是燒鵝還是燒肉，火候的控制都至關重要。呢啲係我哋酒樓一路一直以嚟都保持傳統嘅燒法，就用木炭嚟燒。呢木炭咧就可以保持啲溫度啊，同埋火候咧都掌握得比較均勻，燒出嚟嘅啲嘢咧個肉香味啊各方面啊色澤靚好多嘅。燒鵝的烘烤過程需要50分鐘，先是猛火烤，通過高溫可最大限度地去除表層油脂，直到鵝肉熟透後，再改為文火慢烤。師傅需要不斷觀察鵝身的顏色來控制火候。做燒鵝呢樣咧，燒臘呢樣嘢咧，一定要係考慮個師傅咧個注意力同埋個耐心。呢樣嘢你重複來重複去，係冇時間準則嘅。所以你稍不注意咧，燒出個燒鵝咧皮咧同埋嗰啲汁咧都冇咁靚嘅。爐火正旺時，香氣一飄開。老店經營做的都是街坊生意，街坊們幾乎個個都是美食家，對燒臘尤其挑剔。比起賺錢，錦師傅更在乎他們對食物的肯定。每逢節假日咧，係我哋廚房最忙嘅時候啦。即係你好似呢啲咁工作狀態咧，只有年輕人先可以捱到嘅。11點40，燒味窗的廚燈準時打開，燒鵝、脆皮燒肉、蜜汁叉燒、油雞一一上架。下方燒鵝，上是嗎？還要大一點。最後一道工序斬燒鵝，每一刀都有講究，開肚。分上下裝，去油脂，斬件。鵝身的厚薄不一，每一刀的力度也有區別。錦師傅每天都重複這一系列動作，方寸之間自有天地。每天來回於烤爐與砧板之間的路，他走了26年。而家做我哋呢行咧，係冇幾多個人堅持得落去㗎啦。即係呢度咧，如果佢真係沉穩住心去做嘅情況下咧，肯定會做出令我啲食客追捧嘅味道。在老廣的餐桌上，除了食物本身能給味蕾體驗到千變萬化的驚喜外，食材的配置和手藝的傳承，更是讓人無比折服。潮汕人愛滷味，從街頭林立的滷味檔，到人流不斷的雜市。到處都可見排隊買滷味的景象。在潮汕人的滷味食譜中，排在首位的非滷水鵝莫屬。有薑，
6万6個。咁講呢，即係有佢顏色，我都用嚟。 38岁的于壮中，在过去的14年里，靠卖一碗卤鹅饭，让自己从一名摩托车维修工蜕变为拥有12家门店的卤水店老板。我当时呢，就家里父辈就在做这个卤水鹅，所以我对这卤鹅就很感兴趣。但是又自己出来创业，就是没有那个经济，我就想出来，社会创吧。 从小就目睹着父母做卤鹅长大，要把祖传的家业发扬光大，是于壮中从小的梦想。就出来打年工，赚了2万块，就帮人家接了2万块，来澄海的狮头的故乡开个鹅肉饭。于壮中将鲜美紧实的鹅肉、粉嫩的鹅肝、清香的鹅蛋铺到热喷喷的米饭上。 再淋上秘制卤水汁，没想到这一创新给潮菜带来了一番新风味。刚开始开店的话，生意不是那么稳定嘛，所以我一直还是保持那个新鲜卖不出去的东西，我是不卖的。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，隔天我是不卖。于壮中认定，钱应该是赚回来，而不是节省下来的。味道好。 分量足，于壮中的一碗饱饭吸引了不少食客。现在的话，一天大概60左右，节日期呢，大概是110左右。小本生意渐渐做大了，身为老板的于壮中，还是每天亲自打理店里的大小事务。有生客到来，于壮中还会上前聊上几句。 告诉客人卤鹅正确的吃法。一般的，我们先淋上卤水汁，鹅肉跟香菜，加一点米醋。蒜泥醋是潮汕人吃卤水的必备配料，它能化解吃鹅时口中留下的油脂。鹅肉配上香菜，则可以增添肉的清香，细品愈发可口。 下午2点，斩刀与砧板的碰撞声渐渐落下，午餐的忙碌算是告一段落。陈俊杰要做的便是卤水老鸭，众多调料下锅，秘制豉油便是卤水的魂。不同品质的豉油决定了卤水风味的极大不同。等卤水烧开，把老鸭放入其中，不断翻转，让其表皮均匀上色。 大火煮半小时后，关到小火煮1个小时，再关小，只剩一点火苗，焖上1小时。如此使得卤水完全入味儿。卤水老鸭母，陈俊杰坚持用手撕，顺着鸭的纹理拆肉，这样才能保存鸭肉纤维的完整性。 黄喜松今天要做的是南乳肉，配料简单多了，南乳汁、白糖即可，一条五花肉便是主角儿。调料下锅，等汤汁沸腾，放入五花肉，猛火炖煮20分钟，再改慢火煮20分钟，这样才使得肉鲜嫩入味儿。捞出，趁热切片，摆盘淋汁。南乳的香味儿和卤水的香味儿风格各异。 无需入口，一闻便知。你啱啱識啊！我有你知個係厲害。這個會就是作陪。哎呀，來寫台。來，加。琪琪呢？你寫的這個。好嘅，你做嘢做大單，明嗎？加了點鐵醬，知唔知啊？ Các món này thì dùng càng món này thì dùng nhiều khi là bị đâu à? Càng cả bạn nhận thấy được thì ăn gì đâu à? 卤水老鸭早已被风干，卤水的风味和老鸭的肉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。
摆在桌上，远远的都能闻到那股特别的味道。老鸭皮，爽口不腻又嚼劲，清香四溢。南村的哦，我做的南村的这个味道在上。试下看。白白尾毛嘞。啊，这个最高做啊。口感，你就口感来食，肥肥咯，食了袂香脆。南乳肉一到嘴尖儿，肉块绵软嫩滑，南乳味儿刚好解了五花肉的腻。陈俊杰的卤水老鸭既然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认可，便快速地开启了自己的小店。这也是他北漂20多年回家后的立命之本。再来拿，这样我呢都未多食，这样陈俊杰的小店开了不到1个月，就被附近的街坊们认可了，每天可以卖出90多只卤水老鸭母。老鸭是咸香的，陈俊杰心里却是甘甜的，他已经在盘算着开新的店了。